咁究竟邊個屋苑有二手樓嘅標誌開則，又有新樓嘅開則特色？今集我哋會去到長龍灣揾嚟一個入場嘅兩房單位參觀。樓價大概500零萬鬆啲。另外因為屋苑最大嘅特點就係望到海景啊，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多一個海景大單位㗎。歡迎大家睇完都留言講下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另外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 嘅話，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嗰個鐘仔啦。窗台不嬲都被視為發水樓嘅開則設計之一。直到01同02年，政府分別容許豁免露台同工作平台計入樓面面積。又喺08年列明窗台唔計入銷售面積，窗台先至慢慢消失，取而代之嘅就係露台呢一啲嘅環保設施。所以喺千禧年代呢個轉接期落成嘅屋苑，唔少都會有齊呢兩種嘅開則特點。例如係04年落成嘅奧雲峰、05年落成嘅嘉亨灣，同埋07年入伙嘅長龍灣。今集參觀嘅長龍灣係由中華煤氣同埋恒地合作發展，提供1782伙，涵蓋2房到4房間隔，樓齡大概18年。中華煤氣之所以有份發展，皆因屋苑前身係煤氣南廠，90年代初停用之後，就重建做一共有5座嘅長龍灣。當年06年嘅時候售賣樓花嘅時候，因為長龍灣沿海而建啦，同埋區內嘅大型屋苑都係比較少嘅。除咗奧雲峰之外，就係長龍灣。咁所以當年其實開售嘅時候都幾受街坊或者東九龍區嘅家庭客啦，或者校網客去歡迎嘅。長龍灣喺06年開賣嗰陣，定位做區內嘅大型指標屋苑。大約12萬尺嘅會所，除咗有比較常見嘅戶外泳池、健身室，仲有埋保齡球場、桌球室同埋迷你高爾夫球場等等。屋苑而家每10尺管理費大概3個半，單位更加配備智能家居系統，包括電子門鎖、開山燈光同冷氣嘅遙控裝置等等。雖然今日嚟講就冇咩咁特別，但係當年嚟講都算係比較先進同少見。樓盤更加請嚟環球小姐做代言人，風頭一時無兩。當年第一輪開賣嗰陣，吸引咗唔少名人入市，包括藝人成龍、四太梁安琪等等。屋苑有大約60%都係2房單位，而且細過奧雲峰，所以都比較受到上車客歡迎。2房長龍灣開則大概有3款大概360尺就眼鏡房，名次設計。另外一隻385尺就對流露台。另外一隻就係427，我哋俗稱為大2房。大2房都係向翻有海景為主。今集我哋睇嘅係385尺嗰款，業主開價530萬，維翻每一尺大概13700幾蚊。一入屋就有個小玄關啦，但係其實開門個位都嚟到呢一度噶啦，即係話如果擺鞋櫃或者儲物櫃就只能夠就靠翻廚房同埋浴室中間嘅呢邊牆身擺啦。業主雖然唔係一手買入，但係單位就保留住原裝嘅設計，鋪咗木地板同埋油咗白色牆身，保養大致都幾企理。大廳嘅睇電視距離大概3米零，加埋完整嘅牆身都唔多，擺起家私上嚟就要花多啲心思啦。因為廚房同埋浴室門都係對住客廳㗎，咁所以客廳嘅家私主要就要靠翻呢一邊牆身擺啦。咁如果想保留多啲走動空間嘅話咁我就會建議呢邊擺梳化啦，跟住電視機櫃就擺另外一邊，中間就擺一張活動式嘅餐台，咁唔用嗰陣就可以收埋佢啦，咁就預留翻多啲位置去走動。呢一度嘅樓底大概有2.5米，唔算話高，不過大廳相連22尺嘅露台有助採光同埋加強空間感。露台向住西北方，啱啱好望翻屋苑嘅會所頂部同埋煤氣鼓。由於香港有成90%嘅煤氣係依賴大埔工業村嘅煤氣廠，所以土瓜灣嘅呢個煤氣鼓只係用嚟做後備用途。而對正嘅舊樓就正係5街重建項目。市建局喺6月嗰陣曾經講過，會發債集資收購呢一度嘅業權。根據當局初步規劃，5街同埋後面嘅新寶工商中心會重建做住宅，分別會供應1280伙同埋950伙。另外喺靠近土瓜灣避風塘嗰邊，就會起一條20米闊嘅海濱長廊，同埋一段樓高2層嘅零售帶。
至於過啲嘅13街亦都會重建，但係當局年頭嗰陣就表示，由於規模比較大，要再審視。睇返5街嘅高度限制係120米，估計長龍灣向東北或者西北嘅高層單位，第時先至比較大機會望穿重建項目，而放盤就位於低層，景觀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影響。翻返入嚟室內，喺睇睡房之前，我哋先睇浴室。就喺大門側邊維持住一手原裝，夠位容納浴缸、坐廁同埋洗手盆，但係就冇窗，主要靠抽氣設備通風。轉過嚟側邊嘅廚房參觀，唔夠400尺嘅兩房，雖然話做到梗廚，但係就唔算話好大，採曲石型嘅工作台面設計。若果係我嘅話，可能會改裝單頭電磁爐嚟到爭取多啲備餐空間。不過若果真係諗住大裝嘅話，仲有一點要留意，因為原裝嘅雪櫃一分為2，冷藏箱同冷凍箱係分開嚟擺，改擺返成個過嘅雪櫃，就要重新佈局其他嘅家電。入去寢區之前呢，會見到呢邊呢就有個工作平台㗎。打開之後呢，其實呢佢就可以同客廳嗰邊嘅露台呢起到一個對流通風嘅效果。雖然平台唔係由睡房或者廚房出入，佈局同而家啲新盤有啲唔同，但係就同普遍嘅平台一樣，都係空間唔大，或者只可以擺下掃把同埋垃圾鏟呢一啲嘅清潔工具。放盤嘅呢一款開積就唔係眼鏡房嗰款，而係2間房斜對角咁擺，一大一細。先睇細啲嘅近廳房，同客廳同向。外望景觀一樣以屋苑會所同埋舊樓為主，大概40尺度，以客房嚟講都算係比較細，附設2手樓常見嘅窗台設計。預留咗個冷氣機位之後啦，咁個窗台闊度咧就只係有牆身嘅一半啦，咁都比較難運用啦。咁擺完張單人床之後咧，估計剩低嘅地方咧就只可以擺一個衣櫃仔。跟住就轉去主人房參觀，大概有60尺。撇除一入房嘅玄關位，整體開積都算係幾時正。嚟到呢間房咧，其實見到呢邊牆身咧有個冷氣機位嘅，所以擺衣櫃嗰陣就要注意啦。咁唔可以係貼住呢邊牆身擺，咁就要打橫擺喺呢一度。主人房嘅窗台深大概50厘米，同客房嘅一樣，不過就長過客房嗰個啦。雖然都係望舊樓群，但係採光度就會好過細房。原業主喺2012年以大概405萬買入單位，喺節目出街之前，單位已經以512萬賣出，比叫價低18萬。業主持貨超過12年，帳面獲利107萬，或者2成6，貼近大市同期2成7嘅升幅。可能因為單位位於低層，再加上外望景觀比較近舊樓群。今次嘅成交價比上個月做嘅另一間細兩房仲要低。6月成交嘅單位係屬於眼鏡房開積，實用面積得360尺，細過參觀放盤。若果對比尺價嘅話，參觀單位嘅樓價比上個月嘅成交價低9%。假設新買家係買嚟自用，借盡9成按揭，每個月供大概18500幾蚊，月入要求大概42400幾蚊。買嚟投資收租嘅話，同類單位近期市值尺租做緊43蚊，推算單位月租大概16500幾蚊，扣埋管理費，就可以有大概3.5厘嘅回報率，略低過同類單位嘅大市水平。其實由我哋拍攝到節目播出都只係1個禮拜到嘅時間，但係個盤就已經賣咗。屋苑近期嘅交投情況都有轉旺嘅跡象。長龍灣上個月我哋市場錄得嘅成交咧大概9宗，咁如果對比翻過往5月份、4月份咧，其實成交嘅數量咧係差唔多有1倍嘅升幅嘅。最主要嚟講，我相信係因為利息嘅關係啦，同埋加上而家即係租務嘅旺季，可能個別業主個租金可能會提升，租轉賣嘅情況亦都會增加咗。長龍灣嘅兩房開積多元化，3房亦都一樣。長龍灣嘅3房咧戶型選擇比較多，總括嚟講有4隻戶型，咁啊第一隻咧有546尺，咁啊純3房1廁，另外616尺3房套，再加805尺同埋900尺嘅雙連3房套單位。
參觀單位係最大一款三房，就面積挨近900尺。如果同座嘅中低層平面圖做對比，咁就會發現呢一款三房係由一間377尺嘅兩房，咁同埋一間550尺嘅三房合併而成。咁見到兩房嗰邊大致都會維持翻原有嘅格局，而三房單位嗰3間房就會合併做一間特大嘅主人套房。因為屋苑都唔多時盤，咁所以第二個單位係租盤嚟㗎，一樣位於第6座，叫租37000蚊，尺租41蚊。一入屋就見到廚房嘅電器都擺晒出廳度，咁事關業主趁住上手租客搬走之後，諗住大執過廚房。不過就算睇唔到廚房，都可以了解到單位大致嘅開積。睇睇原跡嘅平面圖，成間屋呈凹字形佈局，客房兩廳中間隔住咗浴室，咁大隻靠客廳嗰邊，其實都夠位擺晒一般大廳應有嘅家私。雖然我而家企緊呢個空間咧，就只係大廳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但係咧，其實佢都夠位咧去區分客飯兩廳㗎。我哋先睇客廳呢邊啦。咁喺露台前面咧就可以擺梳化啦，同埋電視機櫃。咁中間咧其實個睇電視距離都超過4米㗎。至於飯廳呢邊咧，咁見到而家就算係擺完一個儲物櫃啦，咁剩低嘅空間咧都可以擺多張至少容納到4個人嘅餐台。業主係一手買入單位，地磚同牆身都維持翻原有嘅設計，只不過增添咗假天花、特色電視牆身同埋大門側邊嘅儲物櫃，設計簡約平實，咁相信都可以迎合到大部分租客。單位向東南方，擁有住屋苑嘅一線景觀。一齊出嚟露台睇睇啦，咁見到土瓜灣避風塘，以至到係九龍灣同埋維港等等。左右兩邊分別係啟德碼頭同埋港島東嘅樓景。不過隔離屋嘅睡房窗台就會遮咗左手邊嘅部分視線。事實上，我哋身處嘅第6座係屋苑最臨海嘅一座。由佈局圖就見到呢一座25樓或者以上嘅 C 到 F 室有最廣闊嘅海景，而有海同埋冇海嘅單位喺樓價方面都有一定嘅分野。如果長隆灣嘅三房成交價格嚟講咧，其實都參差嘅。如果冇海景嘅三房，過往上個月錄到嘅成交咧係13000幾蚊尺都有交嘅。如果高層海景嘅話，現時有啲叫價咧可能去到17000蚊尺都有。入嚟主人房參觀下啦，同時係原跡3間房入邊唯一一間同客廳同向。因為離隔離屋嘅窗台都遠啲，咁所以景觀角度甚至闊過客廳，望到多啲啟德碼頭嗰邊。咁再加埋近乎成幅牆身嘅窗台，都可以將海景引入室內。而房入邊都預設咗凹位，咁見到業主就沿住牆身打造咗一排曲尺型嘅衣櫃，咁都夠位容納2個人嘅衣物。因為主人房咧已經預留咗位擺衣櫃，咁所以咧剩低嘅空間咧就係諗嗰張床點樣擺就得啦。咁我嘅話咧就會係將個床頭咧擺呢邊而唔係呢一邊啦。咁因為咧靠呢邊嘅時候咧，咁望出去就會見到其他單位啦，個私隱度就冇咁高。咁若果咧個床頭係向呢邊咧，咁調翻轉頭咧望出去就會見到一個比較廣闊啲嘅海景啦。入嚟套廁睇睇啦，咁除咗將浴缸改做企缸，咁大致都維持翻原有嘅裝潢。洗手盆同埋座廁上面嘅鏡櫃有唔少收納空間。為咗盡用景色，咁除咗上面嘅通風窗，咁仲有一隻面積都唔細嘅固定窗。咁轉睇下客廁啦，睇睇同套廁嘅有咩分別。咁因為呢個位正正係中低層兩房客廁個位，咁所以同第一個放盤一樣，客廁係冇窗㗎。但係相比之下，呢一個客廁就明顯大啲啦。洗手盆同埋座廁可以並排佈局。由客廁出嚟就係飯廳啦，咁等於中低層兩房成個廳咁大。咁獨立分佈喺浴室嘅另一邊，唔少業主會將呢一度改成房。咁原則嚟講咧，我而家企喺呢個位咧，其實係一個小偏廳嚟㗎。咁但係咧，如果想將3房變4房咧，咁就正正咧可以利用呢個空間啦。個做法咧就可以好似而家呢個業主咁樣啦，就係起多半幅牆，加多道門咧就可以啦。另一個做法就係喺飯廳入邊用冷氣機做界線去間房，但係呢一間房就會冇窗啦，比較適合做儲物室。至於飯廳相連嘅工作平台係向西北方，同客廳嘅方向相反，望返煤氣鼓同埋舊樓群，景觀就類近第一個單位。
咁側邊嘅細房一樣都係向呢一個方向，只不過而家擺咗部電視機就遮咗個景。呢一間房係最細嗰間，淨係可以擺到單人床。嗱，若果好似而家咁樣擺張雙人床喺度，要成道門開晒都有難度。聽代理講，因為單位原則係冇工人房，咁有啲業主喺飯廳嗰邊揀多間房之後，咁就會將呢間細房俾工人姐姐愛嚟休息。嚟到走廊盡頭，睇埋最後一間房啦。嗱，呢間房個窗台咧，其實都幾深同埋都幾闊下啦。咁如果係我嘅話咧，就會利用埋呢個位置啦。咁啊，將張床騎上去，咁剩低咧就可以有多啲嘅走動空間啦，或者可以用嚟擺衣櫃啦。窗台坐向西南方，望返偉恒昌新村嗰邊。咁雖然會俾隔離座遮咗部分視線，咁但係側望一樣見到海景，同埋望返紅磡嗰頭啲樓多啲。業主喺2007年一手以大概936萬買入單位，咁若果成功以37000蚊租出，扣埋每個月超過3001蚊嘅管理費，可以有大概4.3厘嘅回報率，咁高過同類單位2.8厘嘅大市水平。咁除咗第6座係25樓開始變質，其餘座數要去到45樓先至會出現呢一類大單位，咁所以屋苑本身都唔多呢類租盤。睇返我哋嘅28House App， 同類單位對上一宗租務成交，已經係1月嗰陣錄得，嚟自6座私室，一樣有優質嘅海景，以31000蚊租出。因為面積同放租單位都唔同，咁對比尺租嘅話，業主而家嘅叫租高過之前嘅成交尺租2成。咁不過而家就正值暑假租務旺季，再加上租金水平，咁都好視乎個別單位嘅裝修而定。而租盤就咁啱翻新緊廚房嘅裝修，咁所以過往嘅成交都只係俾大家做個參考。咁至於同類單位都有放緊盤，咁一樣喺6座，咁就喺租盤對上嘅另一個高層單位，嗌緊1528萬，尺價超過17000蚊。長龍灣雖然有海景，咁但係就比較遠離港鐵站。屋苑坐落宋皇臺站同土瓜灣站之間，行過2個港鐵站至少都要10分鐘。若果住戶係有揸車習慣，屋苑都供應268個車位，以1780幾伙咁計，超過6戶先至分到一個。咁所有車位都仲係由大業主持有，住戶只可以排隊申請租用，月租大概4950蚊。住戶除咗揸車同埋經港鐵出入之外，屋苑樓下都有巴士總站，提供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選擇。咁有路線去港九新界各區，包括中環、觀塘、火炭、屯門等等。除咗搭巴士之外，住戶都可以搭渡輪往返北角。咁如果由九龍城呢邊出發，服務時間就由朝頭早嘅7點到夜晚嘅7點半到，每半個鐘一班。不過如果收工之後喺北角搭船返嚟，尾班船喺夜晚7點17分就會開出㗎啦。買嘢方面，屋苑本身都有個基座商場，咁入邊有超市、賣日用品嘅零售商店，咁同埋一啲茶餐廳，佔地大概15萬尺。而商場曾經係內地團嘅購物熱點之一，咁高峰時期出面泊滿晒旅遊巴，影響到居民生活，一度抗議示威。咁但係疫情過後，旅行團大減，咁拍攝當日我哋見到行商場嘅多數都係以街坊為主。不過就算少咗遊客，商場都只可以滿足到基本需要。想買餸嗰陣有多啲選擇，可以行過去土瓜灣街市嗰邊。未來發展方面，之前都有講過，屋苑附近有唔少重建項目，第時拆卸重建期間，難免都會有沙塵噪音。但係重建之後，相信可以改善到周圍環境同衛生。皆因5街同13街嘅樓齡都超過60年，只不過對於着重景觀嘅買家嚟講，就要避免揀向住舊樓群嗰邊嘅單位啦。
原先我哋諗住拍嗰兩個單位咧，咁有一個咧就喺拍攝之前就賣出咗啦。咁所以而家大家睇緊嘅第二個租盤咧，其實咧就係臨時揾翻嚟嘅。咁所以見到個單位都做緊一啲裝修啦，咁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咁但係我自己睇完咧都幾中意呢一個租盤嘅海景啊。咁因為佢望到海之餘啦，又同時望到啟德同埋港島嘅樓景。咁夜晚着晒燈應該都會幾靚啦。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